为什么说没有时间观念是中国文化原始粗糙的特征之一？为什么说自我觉醒了的人更容易珍惜自己和别人的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漠视时间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漠视时间，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发达国家流行的一句格言。现代社会生活的安排极其复杂，一个商人能在特定的商务时间里处理好大量的各种商务，这在上个世纪需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蒸汽机和电力已经完成了一场革命，盎格鲁撒克逊人曾以其身体素质为这场革命做了预先的准备。虽然我们的祖先曾无所事事，只知吃喝和决斗，但无论如何，我们的民族是具有冲劲儿的民族。这种冲劲儿驱使着每个人无休止地去做一桩又一桩的事情。中国人的问候语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问候语之间存在着一种很有意思的差异。中国人遇到他的同事时说：“你吃饭了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则问 “How do you do”， 也就是做得怎么样。做，这是人的正常行为，正如中国人看待吃一样。由此可见，感觉到时间就是金钱，1秒钟也不可放过，这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而中国人像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则是非常的浪费时间。中国人的一天仅有12个时辰，一个时辰与下一个时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象征性地把一天分为12个部分。他们所说的中午是指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我们可以听到一位中国人在问：现在什么时候？现在是半夜什么时候？这里的语言多少有点模棱两可，他应当进一步问：现在是半夜几点？在日常生活用语中，说到时间时，几乎都是类似的不确定性。中国人所说的日出和日落，就其用来指太阳所处的纬度而言还算精确，但半夜正如中午一样，并没有具体的时间所指。夜里的时辰通常用更来表示，同样模糊不清，只有最后一更是由于在晨曦初露之时才较为精确，即便是在城里，更所指的时间段也多少有些不确定。我们所说的表，绝大多数人一无所知，有些人确实有表，但在他们当中，即使有人每隔几年将表清洗一下，以保证它正常运转，也几乎没有人用表来安排自己的活动。普通人完全是根据太阳的高度来知道时间的，而把太阳高度说成是1竿子高、2竿子高或几竿子高。若是遇到阴天，就根据猫眼睛瞳孔的放大和缩小来知道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这已经是足够准确的了。中国人对时间的利用是与他们对时间测定的不精确相对应的。根据悉尼史密斯所说，世上的人分为2类，大洪水前的人和大洪水后的人。大洪水后的人发现，人的年龄再也不可能达到几百岁，更不可能接近1000岁，所以他们学会抓紧时间以适应环境。相反，大洪水前的人不可能意识到长寿的梅修萨莱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的生活仍然依照家族的成规进行安排。中国人可以算作是大洪水前的人。中国的说书人，比如在茶馆里，为吸引和留住顾客的那些说书人，会使人想起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布鲁克。听众可以随便来去，但却是没完没了地不停地说。演戏也是一样，有时一场戏要接连演上好几天，当然还是不能与泰国的戏相比。据看过泰国戏的人说，他们接连演了2个月。中国人的戏法技艺高超且有趣，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们总要向观众说一大堆空洞无聊的开场白，以至于外国观众还没有看戏，就已经后悔当初不应该来。最可怕的是出席中国人的酒宴，其持续时间之长几乎是没完没了，酒菜的数量之多，花样之繁，几乎难以置信。所有经历过这种场合的外国人都会感到恐怖和不知所措，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招待所花费的时间还嫌太短。
中国人有句最让人回味无穷的格言，这就是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对于那些被诱入陷阱的不开心的野蛮人来说，这个充满希望的普遍真理不过是个特例，而他们也迷失在了绝望之地。中国人从小就完全习惯于按照大洪水前的成规来做事。上学的时候，他总是一天到晚不停地读书，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停一下。除此之外，无论是学生或是老师，都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读书方式。科举考试要进行几天几夜，每一关都不是好过的。尽管大多数考生都经历过这种不合理考试所带来的很多麻烦，但却很难说服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去相信这个考试作为才能、智力测试的内在的荒谬性。后续的几段是翻译者的评论部分。现在的高考不也是如此吗？每个人都被高考这个制度弄得身心俱疲，但他们这些受害者却还都相信高考考出好成绩的人就是最聪明、最有能力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歧视思想，不仅决定了那些高考一次考试考出好成绩的人能够享受最好的、最高质量的教育，包括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实验仪器等等，然后毕业了享受最好的就业待遇，也就是最好的企业都优先选择他们。而这本质上是由中国教育资源的稀缺和中国好的就业岗位的稀缺造成的。这种稀缺在社会现实中将长期存在。但如果你问一亩水稻享受最好的阳光和化肥，另一亩水稻只能是一般的阳光，甚至不撒农药等等，最后前一亩水稻产量高于后一亩水稻，你觉得很惊奇吗？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社会的反达尔文现象，就是一个鹿群，那些长着最长鹿角的最容易获得母鹿的青睐，然后他们在社会内部环境中赢了，而还有一批小鹿，他们有更好的体能等等，反而在社会内部被淘汰了。不信你看，历史上还真有这样的物种，他们有着一个几乎要把自己脖子压断的行动极为不便的脚。这些鹿是社会的赢家，却是自然环境的输家。种群或者一个国家等等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做好保护弱势群体的工作，避免社会反达尔文现象过于强烈，从而造成这个种群或国家内部不断淘汰各种各样有用的、有能力的人，而只被一种人，比如很会考试的人所占据。解决中国高考问题，不在于高考这一场考试如何安排，而是要解决好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另一个是社会就业环境的公平氛围。而公平除了靠法规之外，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社会里，也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只有丰富教育资源和丰富工作岗位资源，才能缓解这个问题。好，回到原书的内容，这种教育所产生的结果，会使人联想到其形成的过程。中国人的语言基本上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掌握它需要梅修萨莱毕生的时间。与古罗马人一样，古代中国人意识到，若不自觉学习他们自己的语言，就永远不会说或写。中国人的历史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它可追溯到太初时代，而后则是混沌、舒缓、漫长的大河。期间不仅有挺拔的大树，也有枯朽的草木。除了较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之外，没有人会去编写或阅读这样的历史。除了中国人的记性之外，没有人会有这么大的肚子能装下他们。中国人漠视时间，还表现在他们的勤劳之中。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中国人勤劳的内涵完全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劳动时所表现的那样。曾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匠合作建房子的那些外国人，有多少希望再度合作呢？这些中国人来得迟，走得早，老是停下来喝茶。他们用布袋从很远的石灰坑里一袋一袋地运灰浆，若是用独轮车，一人可抵仨，但是谁也不愿意这样干。如果遇到一点小雨，所有的工作还要停下来，这样花费的时间不少，进度却很慢，往往很难看出这帮人每天到底干了多少活。我听说有个外国人对他的木匠钉板条的缓慢进度很不满意，于是趁他们吃饭时自己动手干，结果完成了4个木匠半天的活。在这里加一句，中国有个词叫磨洋工，可能形容的就是这种情景。对中国的工匠来说，
修理他们自己的工具也是一件很花时间的大事。然而，如果工具是外国人的，那就另当别论了。一件工具莫名其妙地坏了，但没有人承认曾经动过，没人动过，这是一句很适合于他们的口头禅。在墙上插一些木条，用绳子绑一下，就算支起脚手架，整个工期天天都有危险，不管干什么事都没经验。沙子、石灰和当地的泥土，原本以为都可以用，结果都不能用。外国人没办法了，就像格列佛游记中所描写的，被线牵制着，这些线凑在一起，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直会想起一位广东的承包人，他是个鸦片鬼，他的允诺正像他的钱一样，通通消失在鸦片烟中。最后忍无可忍，只得把一些实在过分的问题摆到他的面前，告诉过你玻璃的尺寸，你也量过窗子好几遍，可是你通通搞错了，都不能用。你做的门一块都合不上，一点胶也没用过，地板不够长，数量也不够，还都是数节孔，而且还没有彻底干透。听着这番指责，那位脾气温和的广东人似乎有些可怜，然后又用一种文雅的语调抗议说：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绅士不会这么说话的。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所具有的这一个品性，正如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一样。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我们曾听过一大包外国邮件在相距12英里的2个城市之间被耽搁了好几天，原因是邮差的驴病了，需要休息。中国邮电系统的管理还只是停留在应该怎样与能够怎样的模仿阶段。最使外国人讨厌的是，中国人在社交访问过程中对浪费时间的不在乎。在西方国家，这样的访问是有某种时间限度的，他们不会超过时间，但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限度。只要主人不提出要为客人安排食宿，客人就是精疲力尽了，也还是要说下去。中国人在访问外国人时，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一个劲儿地说，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也不说要走。一位高明的牧师有句格言：想见我的人，也是我想见的人。假如这位牧师在中国生活过，无论时间有多长，他都会对他的这一个格言进行实质性的修改。当他碰到上述的那种事之后，肯定会效仿另一位很忙的牧师，在他的书房里醒目地挂上一条圣经中的格言：主保佑你离开。如果对一位正说到兴头上的中国人明确表示自己很忙，那往往会给他当头一棒。他会长时间地一言不发，默默地忍受着，其时间之长足以消磨掉10个欧洲人的耐心。终于他开始说话了。这正如谚语所言，上山打虎易，让你开口难。如果外国人都像已故的麦肯齐博士那样就好了。他觉得他的中国朋友不断地前来做客，并且只来不走，浪费时间，影响到他的工作。于是他习惯性对他们说：请坐，像自己家里一样，我正忙，请原谅。假如他能够模仿一位中国学生说的直截了当、简明扼要，那就更有意思了。那位中国学生学了一些短语后，想在老师身上尝试一下，于是下课时大声说道：开门，出去。结果弄得老师差点晕过去。下面是翻译者的评论部分。末世时间可以看作是农业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生活态度，因为农业更多的是需要耐心的等待，而且中国人的确天性懒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中国很难讲末世时间还是一个普遍的国民特性了。目前中国新生代们，切不论他们在为别人做事和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用不诚实来敷衍了事，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对待自己的娱乐时间上已经开始精打细算了。所以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末世时间将不会再作为中国人的国民特性而存在了。毕竟人生只有一次，谁愿意浪费自己的生命啊？如果人生不曾真正拥有过，还可以理解；如果人生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上帝啊，谁愿意浪费自己的生命啊？
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末世时间这个部分，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